大家好，我是绿萝。神话传说是我国传统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一部分。我国的神话传说呢，大体上可以分为上古神话、宗教神话、民间神话和文学神话四大类。在上古神话里，诸如有三皇五帝这样的上古大神，也有盘古开天地的创世神话，以及还有夸父昨日、精卫填海、愚公移山这样的描写古代先民的顽强不屈这样的神话故事。此外，在上古神话呢，还记载着许多的奇珍异兽，这些呢都是华夏文明起源的见证，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。我国许多典籍，诸如《山海经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述异记》等等都记载了上古时期的诸多的地理风貌和人文故事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在上古神话传说中的两个神木。这两个神木呢，一个被称作为冥界的入口，另一个呢，据说能沟通三界。被称作冥界入口的杜朔山大桃树呢，又有鬼门之称。在《山海经》里就有这样一段记述东海杜朔山有大桃树，盘曲3000里，其碑之东北曰鬼门，万鬼出入也。有二神，一曰神荼，一曰郁雷。主曰领众鬼之害人者。说的呢是在东海之中有一座神山叫杜朔山，在杜朔山上呢有一株特别大的桃树，这个大桃树呢盘曲3000里，在枝根延伸出去的东北处呢有一座鬼门，那里呢是众鬼出入的门户。西南方的门呢叫神门，由屠神守卫。凡是有邪神入山偷桃呢，屠神就用桃木剑砍其颈，用桃汁呢灌其腮，并将邪神投入海中为毒龙。东北方的门呢叫鬼门，由郁雷守卫。如果发现有恶鬼上树偷吃呢，就附以猥琐，设以桃壶，扔到山里为老虎。这两位守门的大神呢，他们各有10名壮士协助。据说呢，所有的邪神恶鬼呢，见到他们都会闻风而逃。而在中国民间呢，还有天门神的说法，说以桃木为板，上刻捉鬼的这大神，以镇恶鬼。而这门神呢，就是神荼和郁雷两位大神。在王安石的元日一诗当中呢，有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这里的桃和符的意思呢是互同的，指的就是桃符，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贴在门上用于驱邪神恶鬼的门神。而另外一棵神木呢，就是能沟通三界的剑木神树，它呢又有天门的说法。在《山海经·海内经》中有这样的记载：剑木百仞无枝，有9足，下有9菊，其实如麻，其叶如芒，大号圆过，皇帝所为。那剑木能通天的神话呢，就出自于这里。说剑木呢有100仞之高，按照现代的换算方法来算的话，应该有上百米之高了。因为剑木的树皮又可以撕下来搓成麻绳，用作天梯之用所以就有了剑木可以沟通三界的说法。在颛顼画渔父的故事当中呢，就大致的讲述了登天的过程。这个过程其实就是古时候的氐族人以剑木作为祭祀的工具，让人呢扮成半人半鱼的形象，代替逝去的皇族灵魂呢，跟随巫师登上剑木攀爬，从而呢完成升天的仪式。而《淮南子·地形训》一篇中呢，有这样的记载：剑木在都广，众地所至上下，日中无景，忽而无响，盖天地之中也。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呢？传说在都广也就是今天的成都平原，是天地的中心，生长着一种叫做剑木的圣树。那些上古大神呢，比如伏羲、黄帝等等，通过剑木神树呢，可以自由往来于三界之中。而在广汉三星堆遗址当中出土的青铜神树上，有枝叶、花卉、果实、飞禽走兽、玄龙、神灵等等这和前文所讲的祭祀场景呢是相吻合的。所以呢，就有专家分析说，青铜神器的原型呢就是剑木。
好了，听了以上的故事呢，你是不是对华夏文明呢更加感兴趣了？如果你还有更精彩的故事呢，你也可以分享给我，期待你的分享。